大家好，我是热水小马。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福岛核废水的排放问题。那么我现在手里就有一份国际环保组织 NGO 这个叫 Green Space 在2020年10月份出的一份报告，作者是一个德国人，叫做肖恩巴尼。那么题目叫做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的危机2020。那这个报告一共25页我手里的这个是日语版。那么我替大家仔细读完了，感受非常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现在几乎所有的自媒体都在做福岛核废水问题，那么只有热血小马费了这么大功夫给大家做真正的干货，一点一点来解构。首先我想号召所有正在看我视频的朋友一定要抗议日本的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我们必须予以坚决的抵制和声讨。到日本真正开始向大海排放核废水还有2年的时间。那么在这2年的时间中我将不停地奔走呼号未来我还将把我的这期内容翻译成英语、日语等不同语言，尽量多的去扩散这个视频。那我为什么言辞这么激烈呢？是因为我仔细研究了相关的技术细节以及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方面的说辞。那么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环境问题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断的欺骗、撒谎、隐瞒、逃避责任。那么现在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方案，但是魔鬼藏在细节，好多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我尽量用最简单语言介绍一下这个核废水问题的由来。那么这个核废水不是正常核电站运转的循环水大家一定要厘清这个概念，它是一种富含多种放射性物质的毒水这是因为311大地震的时候地震和海啸将核反应堆供电设施摧毁，导致了核反应堆的堆芯熔毁和爆炸。那为了冷却堆芯日本不断向反应堆注水再加上这些年来直接跟反射源接触的地下水和雨水，那么日本积累了大约125万吨的核废水每年这个水的数量还在增加。那预计到2022年秋天现有的储水罐将会全部装满在没有空地增加这个水槽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处理掉这些废水。那处理这些水的方法都有哪些呢？可供处理的方法有很多比方说注入到地下、排放到海洋、加热成水蒸气排放、固化、掩埋等等等等。那目前根据专家评议水蒸气排放和这个海洋排放这2种方式是最可行的。最后日本是在这2种方式中选择了海洋排放的方式。那么主要原因是第一，海洋排放成本最低；第二海洋排放比大气排放更容易监测，从而更容易为对环境的影响做评估。那么如果你看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的介绍，他们讲他们采用一种叫做 ALPS 的水处理方法，能将除了氢的同位素氚以外的所有放射性物质去除掉，然后再把稀释掉的废水排放他们把重点放在这个氚的危害性低，以及其他的核电站也在排放大量的氚等方面来说明其排放的安全性。那么他们经常会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现在排到海洋的福岛的地下水的氚含量只有标准值的1/40，因而未来排放也是安全的。那么按照他们的说法，海水排放并没有什么危害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前面我说了，魔鬼藏在细节。我们来看看福岛核废水的海水排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第一，碳14。我们知道地球上的生命都是碳基生命，我们所有生物的 DNA 都是建立在碳链的基础上了。那么地球上的碳绝大多数都是以碳12的形式存在，那么碳14只有1万亿分之一碳14进入细胞 DNA 成为 DNA 的组成成分可能会造成 DNA 的损伤、细胞坏死以及突然变异。而且碳14是非常容易产生负极作用的，大量的碳14排放可能会给周边生物，包括人类产生无法想象的危害。更可怕的是，碳14的半衰期长达5730年。福岛核废水中还有大量的碳14，其排放必然会给周边的朝鲜半岛、中国等海域的这个海洋生物带来放射性同位素的生物富集，最终在人体中富集，其影响可达数万年。东电公司一直到2020年的8月27日
才在其水槽中的废水中全贝塔放射能的测定中公开承认碳14给树脂带来了重大影响。那么当时提到的碳14是因为全贝塔的测定数值比它给出的62种放射性物质的贝塔数值总和要大。那么面对各方的质疑东电公司被迫才说出了废水中含有大量碳14，因而给树脂带来了偏差。可见这么多年来，东电公司一直不提碳14，只提其他的62种放射性物质，一直刻意隐瞒，既没有向福岛县民解释，也没有向海内外人士解释。我翻看了几乎所有的东电公司以及日本政府关于废水的介绍，都只字未提碳14几乎所有的说法都是通过 ALPS 处理，只剩下氚，然后就把大家的这个视线转移到氚上面去了，仿佛碳14根本不算是污染物一样。那么其实相比于氚碳14的半衰期更长，更容易产生生物负极，给环境带来的危害可能更大。但是日本所有的宣传机构只讨论氚，而不讨论碳14，可见其用心之险恶。第二 ，OBT。所谓 OBT 就是跟有机结合的氚。目前的为止所有东电和日本政府对氚的评价都只停留在无机阶段，而现实情况是一部分的氚会和有机结合，成为生命体的组成部分之一。那么关于这个 OBT 的评价，东京电力和日本政府长期以来都讳莫如深，闭口不谈。据一些论文显示，东京电力和日本政府对于鱼类消费带来的 OBT 影响的这个评价是过低的，他们的这种做法很难取得人们的信任。第三 ，ALPS， 俗称阿尔卑斯。ALPS 是一种多核种除去装置，由于其日语发音跟阿尔卑斯一样，我们下面就叫它阿尔卑斯。那么这个阿尔卑斯装置的效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显然比设想的要差得多。2018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内的3台阿尔卑斯的水处理就被证明失败了。目前水槽中的水就是全部经过阿尔卑斯处理过的水。现在来看，72%的处理过的水还不达标，总数达到了78万吨，其中65000吨的铯90的浓度达到了标准值的100倍以上，一些甚至达到了2万倍。这个铯90是最危险的放射性物质之一，极易导致白血病和坏血病等病症。而且我们注意到，2018年东电公司才正式承认阿尔卑斯的失败，而根据公开文件早在2013年，阿尔卑斯的铯90的去除率就没有达标。那么到目前为止东电和日本政府仍然宣称阿尔卑斯可以使得核废水达标。他们解释，目前处理过的72%的废水不达标的原因是第一次过阿尔卑斯只注重数量所导致的。那么以后还会进行第二次处理，第二次处理就可以达标了。那么根据这篇报告所谓的2次处理只不过是再做一次跟1次处理一样的处理而已对于撒谎成性的东电公司和日本政府来说，我有足够的理由对他们的表述产生质疑。第四，漂莱特公司。最早对福岛核废水进行处理实验取得成功的是美国的漂莱特公司和日立的一个下属公司共同完成的。那么漂莱特公司的英文名叫 Purolite， 在这个行业是富有经验和声望的。可是东电公司最终竟然意外的和东芝签署了建设阿尔卑斯的协议，而东芝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经验的。那么之后漂莱特就将曾一起合作的日立下属公司告上了法庭，控告其泄露自己的商业机密和设计情报。在漂莱特的诉讼中我们看到东电并没有采用最先进的方法来处理水，从而给其处理带来了坏的影响。而且漂莱特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交的证据中有日立下属公司和东京公司所不知道的相关技术和知识，这也是福岛核废水第一次阿尔卑斯处理结果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通过东芝处理的铯90和碘129的污染程度要比2011年漂莱特达成的水平要差很多。很显然，从始至终，东电公司和日本政府都没有把环境保护当作他们的第一要务。在经济和环境的选择面前他们往往选择的是经济。第五，奇异的数据和目标。从2011年开始，东京电力公司公布了海量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的正确性是没办法一一通过第三方来认证的。根据英国的原子能技术顾问 John Large 对东电的数据进行评估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的奇异的现象。例如，关于处理后的铯137的浓度在2016年的报告当中几乎所有的数据都是30 BQ 每升，而像海洋的排放标准正是30 BQ 每升，
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众所周知，阿尔卑斯的每次效果的这个方差呢是很大的。那么东电公司得出来的数据啊，每次数据都一样，而且正好是和排放标准数值一致，意味着什么？想必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东电在其他的数据上也经常玩这种数字游戏、统计游戏。他们最经常出的报告啊，就是9种同位素浓度的量的报告。那么，例如有剧毒的钚啊这种物质啊，是不包含在这9种同位素之中的。那么，2011年到2014年下半年，东电核废水的处理目标呢是检测范围以下。此后呢，其目标改为排放标准以下。最近的2020年3月份，关于2次处理的目的，东电是这样说的：尽可能减少环境中放射性物质的排放。大家看到其中的差别了没有？他们说话越来越保守了。那么，漂莱特的 CEO Stephen Brody 就曾警告过东京电力公司，62种放射性物质的任何一种，如果达不到排放标准，都将会给环境带来巨大灾难。显然，东电为了省钱啊，一意孤行，用并不成熟的技术进行处理。而从其越来越保守的目标可以看出，东电使用的技术可能比想象的更糟糕。第六，真的必须排放吗？根据日本政府的阿尔卑斯小委员会的报告，那么如果想不排放，政府其实完全是有更多的方法来建设水槽存放核废水的。那政府为什么要借口没有地方存放而决定排放废水呢？这是因为政府当初向福岛县承诺，大约2050年之前啊，将大部分被污染的土壤和水啊都搬离福岛县。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可笑的目标，因为日本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地方，根本没有别的地方存放这么多被辐射的土壤和水。大多数人认为啊，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但是政府和东电啊，希望赶快把废水排向大海，空出这个地方呢，来帮助处理其他的污染源啊，达成这个之前所谓的目标。所以说啊，核废水的储存啊，根本是没有技术上的、工学上的和法律上的障碍，单纯是一个政治意图的问题。那么以上就是我坚决反对日本排放核废水的6大原因。面对如此不负责任的政府和企业啊，日本国内韩国等地爆发了很多抗议活动，同时呢，在中国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纷纷谴责日本政府的做法。同时，我们看到欧美等国家对此事的报道较少关注度呢也较低，甚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居然在推特上公开感谢日本为此做出的透明努力。有人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都同意了应该对环境影响不大。我认为切不可如此的疏忽大意，因为原子能机构的相关人士可能会被日本收买。日本人向国际组织机构行贿的案例有很多，譬如东京奥运会申办时就被查出日本曾向国际奥委会行过贿。那么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居，是日本排废水的重大利益相关方，日本有责任和义务向邻居充分解释，从而消除邻居的疑虑。那么日本在不向邻居通报解释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宣布排废水的行为理应得到大家的批评和质疑。那么更无耻的是，日本的政客和无良记者们了。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甚至说，这水喝了都没事还说比韩国、日本现在排放的都安全。那么日本的记者甚至还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询问，中国批评日本是不是双标呢？ Shame on you！ 大家一起来抗议日本政府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除非日本政府决定改变，我决定从此以后坚决不买日本出产的各种海产品。朋友们都看到了这里，还不赶快订阅，开启小铃铛？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未来我将会为大家呈现更有料、更劲爆的干货，甚至直接深入敌后采访一手资料。记得观看我的视频哦！我是热血小马，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